好看吗？娘子看上的不是荣花，是做荣花的人吧？女子今生本就不易，我是女子，所以乐得帮助女子。如果她识相的话，花荣在做些什么？逼着季家接了好些朱颜驼的订单，又派人去盯着登记造册的警官府。你觉得他如何？聪明，狠辣，但都还不够。若是登记造册在1州城内出了岔子，总归是近在咫尺。那季娘子如此聪慧，应有应对之策。娘子放心，此事我已经安排了后手，要不要动，全看娘子抉择。要看他怎么抉择。蜀地芳菲，众家共享。今日芳菲宴，共贺魁首，百业同欢。开始。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大声点儿！今天你若能帮我卖10坛酒，那日你在我酒馆砸的那些，我便不计较了。那日实在是有辱斯文，还请女掌柜不要再提了。那有什么的？兄长替妹妹出头，不是我羡慕不来的。当真？当真。这比只卖丝的时候热闹多了。哼，这回没人敢拦着爷卖东西了吧？你要卖什么？卖弄姿色。好，没。怎么不见赵二郎去呢？今日不来吗？他需要抓紧之紧，还晚点来。现在赵老太爷也不约束你和他见面，是不是坏事情了？如今他展露才华，老太爷怕又觉得奇才可居了。你好像一点都不担心啊。你觉得我配不上他？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与你玩笑呢。只要我们两心相印，山海无阻。哎，这位娘子，你的帕子。多谢季娘子。怎么是这杀星？你认识他？牛武娘子，牛副都督最小的女儿，命中带煞，连克死了2任丈夫。整天不是戴个面纱，就是戴个面具，人还特别傲。比你还傲？上次爷跟他说话都不搭理。他连你都看不起，那我们这些小民小户在他眼里岂不是跟微尘一样？哎，他刚刚叫我季娘子，他认识我。非他认识可不是什么好事啊！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文君酒，我阿兄什么时候改行卖酒？15文钱2坛。我要10坛酒，送人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么做是想补偿我，还是想让你自己的心里好受点？是我打扰了，告辞。这钱，有钱自然要赚。那这荷包是？这是我以前买来送给你。这不要了？不要了。以前的人也好，物也罢，有什么值得留恋的？文君酒，8文钱1坛，15文钱2坛。
哎，你们说我阿兄和杨大郎比怎么样？比什么？比身高吗？那杨敬山赢了。比才华。杨敬山可是一州景王。那比人品和风度，我阿兄总赢了吧？比人品，你阿兄赢了。杨警官，请坐。哼，你来干什么？上次的事也还没找你算账呢。昨日闲来无聊，在山中抓了这个，本想送给我的好兄弟嘛，但是吧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好兄弟，你最好。哎，这是你们今日要卖的。杨警官想知道？说说吧，我要付出什么代价？今日芳菲宴，蜀锦人家共襄盛举，自然少不了这争魁首的。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去，这窦芳菲的花魁，选的是正经的有文书入场售卖的染户，那些靠歪门邪道的不管用，没份得，还有脸到这儿来凑热闹。本次窦芳菲盛会第3名，共售卖170贯。王氏染坊王掌柜。王掌柜，你可得好好谢谢孙掌柜，你这彩头是他给添的。多谢杨警官，多谢孙掌柜。窦芳菲盛会第2名190贯，孙氏染坊。这不巧了吗？孙掌柜，你这彩头啊是王掌柜给添的，你若是不喜欢，大可把你的玉麒麟给换回来。喜欢，喜欢。谢谢杨警官。谢谢王掌柜。诸位，本次窦芳菲盛会的魁首共售卖230贯。花式染坊。黄掌柜，这也算是物归原主了。谢谢杨警官。这牡丹太小，再说了，本官也不喜花草，花掌柜下次送礼可要多花些心思了。还有啊，其他的掌柜们也请放心，你们所添的彩头，稍后会逐一还给各位。哦，对了，顺便说一句啊，飞花会的季娘子，她们没有入场文书，不能算作在内。不过，他们的朱颜驼总共售卖了多少来着250贯。250贯。这250贯，这比魁首娘子我知道，这飞花会是什么呀？哎，诸位，诸位，来呀来呀！我们飞花会是由幻花染坊、落霞染坊、映溪染坊、流月染坊等联合成立的新行会。虽成立不久，但亦有壮志。我们立志做这益州城最好的染户，还望各位前辈多多指教。绒花，绒花，这是我们飞花会用各家特色丝线染制而成，寓意荣华富贵、平安顺遂。今日送与诸位，以表我们飞花会一点小小的诚意，祝我们益州丝业百花齐放，各尽芳菲。这是我家年叶子做的，愿大家万事顺遂。这是我家的红蜘蛛，愿您平安如意。这是我家的剑士兰，祝大家福寿康宁。我家的松花与苍浪，穿上端庄典雅，不显胖。我家虽然没有花，但也是飞花会的名誉会长，
多多支持，以后都是朋友。若是大家喜欢，欢迎来飞花会第6次。来，多谢杨警官锦上添花。来，祝大家富贵荣华，平安顺遂。你们分一下。来，记住啊，我们是飞花会，需要订丝就找我们飞花会。你怎么了？来，平安顺遂，富贵荣华。哎，你们还要吗？是主人来看咱们的吗？蠢货！主人不是来看咱们的，他是来看金英英的。季英留着就是个祸害。莹莹，对不起啊，我来迟了。分明是我来迟了。是我来迟了，都没能赶上看你采花。那既然迟了，可愿受罚？愿。抬我。以此为契，那日后的几十年，你就慢慢赔给我呗。赔。原来你看中的是景王啊！因为祖父答应我，说若我能取得这次的锦王，就允我向这家提亲。怎么还没有放飞就灵验了呢？莹莹，能放起来？啊，放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小伤而已。擦伤而已，骨折没好。多谢杨警官出手相助。多谢杨警官。不必客气，我这么做呢，是为了日后有个丝儿线儿的找人帮我看一看，便好意思开口了。杨警官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？你觉得谁会害你啊？花掌柜，今日在芳菲宴上，我狠狠地削了他面子，除了他，我想不到别人。明明是我在问你，怎么变成你问我了？你怎么知道他要害我？我在那会场上看他神色不对，也留了心。此地偏僻，找到这里颇费我一番功夫。早闻赵二郎君以季娘子情投意合，青梅竹马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如此啊！杨警官，好眼光啊！待我跟英英成亲之时，你我兄弟二人定要多喝几杯。好。今日我飞来横祸，可全靠了杨警官在芳菲宴上的顺嘴一提。杨警官不会不管了吧？季娘子此言差矣啊！别忘了是谁让我锦上添花的。可是那花掌柜都要杀人了，这明明就是对您不服啊，对您威严的挑衅。人命关天的事儿，归县令我。杨警官若是不想插手，又何必出手相救？你笃定了我会帮你？请您为民做主啊，杨警官。若是你能帮助民女，那民女日后定为您效犬马之劳。只怕这日后啊，季娘子又有许多的推诿之词啊。天色已晚，赵二郎君不如带着季娘子早点回去吧。
啊，季娘子是不想让赵二郎君送，让本官亲自送你也可以。不必，我们走。英英，你与这杨警官很熟悉吗？我与他相熟是因为有事相求，我与你相熟是因为我想与你相熟。杨警官，杨警官，跟上那刺客了吗？咱们的人暗中盯着。你看这支箭，这是军中之箭。华家背后之人来头这么大吗？华家是个突破口，一定要往下查。本事没长，胆子却越来越大了。娘子息怒，我只是想替娘子收拾季英英那个祸害。贿赂我的人，做我不知道的事，你是为谁？用得着我说吗？娘子，可有留下什么把柄？娘子请放心，事前都与他们说好了，无论刺杀成败，都让他们躲到别院去，近日莫再露面了。哼，一个根本分不清谁才是他真正主人的人，我留之何用啊？娘子慈悲，留了他个全尸。我愿为娘子做牛做马，绝无二心，还请娘子明察。咱们的人来报，那刺客死了，是突然飞来的一支暗箭所杀。死哪儿了？在华家的一座别院。夫人，夫人，你回来了，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主人说什么了吗？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啊？夫人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你说句话，要不然我害怕。是不是主人要责罚我们呀？他让我上缴所有的私账，命令我以后再也别插手季英英和山上的事。那你就说这些事都是我干的，一定要罚我。霍相荣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他不要我们了。我知道的那么多秘密，他绝对不会放过我的。那我们现在就走，马上就逃。逃不掉的，他是会杀人的。哪个不要命的敢砸我窗户？哎呦！你大半夜闯我家院子干嘛？我试探试探你啊！刚遇到刺客就这么不小心，我要是坏人早把你掳走了。你砸我窗户，看着与坏人无差。杨警官这样着实无礼了。我查出来了，想刺杀你的人是华掌柜。我知道啊，玉皇寺也是他家的。那是杨警官的事，有劳杨警官了。不送。哎，华家的政策，我和诸葛已经看了许久，仍旧没看出端倪。我知道季娘子是这方面的行家，我想请你助我一臂之力。现在？对。赤子生变，
刺杀你的刺客已经死了。看来是有点晚了。操，差他个底儿朝天！哎，往哪儿去啊？哎，走啊！杨金兰，我打死你！行了，够亮了，当心点，别把账册给烧着了。看不懂呢，可以安静地坐在一边，这不乱伸手啊，也是一种帮忙。说的好像你能看得懂一样。当然了，你想啊，他若真做了坏事，定然有一本私账，怎么会在公账上记录？你知道什么是假账吗？虚虚实实，不会全真，但也不能全假。即便他手里有一本私账，他的公账上也不可能半点痕迹都没有，不然这账抹不平。听起来季娘子很会做假账啊。哎呀，警官府怎么有些许闷热呀？诸葛，打岔。杨警官，我觉得有些事情呢，还是亲力亲为的好啊。哎呦，闷死了！明白了。怎么没有风啊？这回可以了吧？杨警官，头凉了，改脚。账有问题。发现什么了？你看，这个账看似没有问题，但是没有问题它就是问题。第一，正常人家的账册难免忙中出错，少不了纠正修改的痕迹，但是这上面却异常整洁。第二，染丝生意难做，家家户户都少不了要在账上动一些脑筋。像花掌柜这种平日里都是雁过拔毛的人物，这账上压根儿就看不出一点偷鸡耍滑的心思，整个账像提前编好的一样。听他这么一说，倒还有几分道理。看这里啊，买了大批生丝，雇沈家缫丝染色，成了废丝，账上亏空。据我所知，沈家经营多年来，还从未出现过把所有的丝全部染废的纰漏。而且以我对花掌柜的了解，出了这样的事情，他就算不去索赔，也一定会想方设法的把那些废丝都卖掉。你们看看这后面的内容。这账上后面的内容既无索赔，又无折价售卖。那这批丝去哪儿？难道说沈家根本就没接手过这批丝？
没错。靠走空账这法子，不知道他花家这一年能钻多大的空子来。不只是走空账，要是我们一本一本细细比对，还能发现更多的问题。可以了，有了方向，剩下的就交给他吧。哦，好。他一个人能查得完吗？放心吧，单凭这一条就可以定花家的罪，不会让你白受委屈的。我这么做又不是为了针对花家。我若告诉你我是真心喜欢蜀锦，不希望有人玷污他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。来吧，大可不必，我有地方进去。再说了，你进去要是吵到锅盔，他会咬死你的。杨警官就送到这儿。小娘子家的天津僧狗的吗？接应。杨景然，你可多乖呀，不叫，也不咬。锅盔，你怎么给我装这么乖乖？锅盔乖。果然啊，我犬自有恶人磨呀。在季娘子心中，我就只配恶人这2个字了。若是真的查出账目有问题，你真的会抓花家吗？不抓查他干嘛呢？好了，乖啊。花家的靠山可能在长安，所以呢？你小心些。季娘子，如果我说我是真心想要整顿益州景业，为无辜者沉冤昭雪，你信吗？不信算了。走了。人不是个好人，但似乎是个好官。说的没错。干什么？你们凭什么私闯我花家府邸？花掌柜，别来无恙啊！杨警官，你也别来无恙。甚好甚好。我记得，过去我是孝敬过您的。就算您嫌少，也不至于今日来抄我的家呀。你们花家偷做假账，逃避税赋，真当本官一无所知呢？杨警官，没找到花香肉。花掌柜，人呢？我怎么知道？他平日里就爱在外面鬼混，昨天晚上骂了他几句，他就跑了。不如杨警官替我把人抓来。行啊，那就有劳花掌柜随我先走一趟吧，请吧。
杨静兰不由分说的就抓了花掌柜，是不是查到了什么？还是真的贪心不足，想以此获得更多利益？与我们无关。可是万一花掌柜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，要不要先留着他吧，看看那个杨三郎到底有什么目的。可是花掌柜隐约知道山里的情况，若是那杨静兰去山中查探，若也像前一个警官那么不识趣，那就让他有去无回吧。那季莺莺呢？将军信中说，宫中在寻蜀红丝。若是我们真的能逼出蜀红丝，那岂不是大功一件？季归南死后，全益州盯了季家这么多年，可有盯到些什么？娘子的意思是，如果没有真正的蜀红丝，我们有的就是真的。杨警官，求你放过我吧。3天了，还没开过窗呢。我曾听人说啊，这人如果长时间睡眠不足，轻则疯癫，重则暴毙。花掌柜，我劝你想清楚了再回答。民女昭，民女贪财，又忌惮季莺莺的才华，所以故意捏着季家的债务，想借此打压季家。陷害季耀庭也是民女布的局，为的是逼季莺莺放弃赵家老太爷的推举机会，收下季家总部。后来季莺莺染出了心色，民女才一时鬼迷心窍，做出了买凶杀人的勾当。民女知道错了，求杨警官看在季莺莺并无大碍的份上，饶民女一命吧。杨警官骂我只有买卖没有人情，大可不必这么委婉。难道不是吗？你缺过钱吗？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你被逼入过绝境吗？绝处逢生，宁折不弯。哼，警官审我，但我做不到，我只能唯利是图，小人行径。原来他当真是身不由己了。除了买凶杀人，可还有别的罪行？没有了，真的没有了。你在浣花溪做了那么多事，背后是谁在给你撑腰？都是民女自己在生意上有图谋。那你用着玉皇丝，是要图谋什么？这丝，你是想在山上给自己织一件龙袍吗？我只是负责把这丝线送到北岭口的山洞后，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民女只是被逼着做生意，其他的是谁在逼着你？
不说。你是觉得逼你的人回来救你，还是指望花小龙回来救你啊？亦或是因为花小龙那个人不得不来救你？难道就真的没有办法了？有。釜底抽薪，你我之间走一个人。如果我走了，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走，你留下来一定活不了。但若你把所有的秘密都带走，他投鼠忌器，至少会留我一条命，甚至捞我出来。花香容，你在外面，是我活下去的希望。给华掌柜再加2个火盘，把这里照得再亮一些。锣，给我敲得勤快点。他说的可信吗？即便有诈，也得有真，要不然怎么能诈到我？你这是以我自焚啊！放心吧，烧不到你。如今咱们手上没有其他线索，就算是有诈，咱们也得试上一试。先让暗卫去他说的那地方附近搜查一番，如有异常，不要轻举妄动，等我过去。好。手臂打直，双膝弯曲，完成的。别缺屁股，重心下沉。哎，没有让你下这么沉，起来。哎，好，停，腰挺直了。哎呀，我还要回去染丝呢，那总不能大家都在劳作，我这个会长在这偷懒吧？你不想想前2天是谁差点让人给害了？我知道你为了我好，蹲下。但若我下次再遇到危险，我不能光蹲那儿脱困吧？要不你教我点别的，更实用一点的，可以一招制胜的那种。店里这么冷清，一个客人都没有。练武呢？啊，来，我教你2招。你若是再教我蹲马步、打木桩这样的，还是算了，我实在不是这块料。你放心，根据那日我对你的了解，我这一招绝对适合你。看好了，如遇危险，瞄准敌人双腿之间的会阴处，全力一踢，一招制敌，非常好用。倒也不是不可以。试试。啊！哎，你真要试啊？看着挺疼的，你脚会更疼。你别笑了，你就不能教他点正经的？行吧。哎，我教你点别的。还有什么招？教你骑马怎么打。这有什么用？打不过可以跑啊，你骑了马，别人追不上你，包教不会。可是你要教就好好教，我给你拿点点心去。你今日来这儿，不会只是为了教我功夫吧？我今日前来，是为解你心中所想。如今我心中最要紧的便只有一件事：朱延陀登记造册。1周的核验已经完成了，印呢，我也盖好了。明日我便派人给送出去。谁去送啊？诸葛吗？他呀，送命还差不多。
这花掌柜的背后可不简单呐，他已将所做之事都向我招了。是我先前一直觉得你一心生意，无心其他，可现在看来，你确实是无暇有心。能将眼前的日子过好，就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是我失言了。这满益州城有负于姬家的，唾弃姬家的，冤枉姬家的，但向姬家道歉的，杨警官是第一个。落英缤纷过，跌进尘埃，却在尘埃中开花结果。浣花溪畔的粉末，牵引飞花之间落。岁月若飞梭，一生萧索，却在萧索中走出缄默。换尽迷途与扑朔，为心里惊鸿一抹。如何用最渺小的你我，支撑最人生锁，去证明那翱翔绯色是我。红色如诗月，红似无言，深埋岁月的思念，将爱恨透锁万千年，呈现曾经落位的执念。红色如火焰，红丝如烟，踏过千山也未眠。爱在风中破了茧，于人世间绽放最红的颜。红色如诗月，红似无言，深埋岁月的思念，将爱恨透锁万千年，呈现曾经落位的执念。红色如火焰，红丝如烟，踏过千山也未眠。爱在风中破了茧，于人世间绽放最红的